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研究的这个越南法棍的做法。越南法棍的特点是皮很薄很脆，内心又很软，还要有钻石裂纹。我这个目前有点钻石裂纹，但是不多。但是这个皮的薄脆程度我感觉差不多了。今天先跟大家分享这一版，等我做出来更多钻石纹的时候再告诉你们怎么做。先做一个液种 T55 或者 T65 面粉都可以，水加酵母搅拌均匀以后，然后加入面粉拌匀，全部拌匀以后在室温下发半个小时，然后再放到冰箱里冷藏隔夜。第二天发到这种表面有好多的小泡泡，里边全部都是这种蜂窝状，这样就可以揉面了。把发好的液种和其他全部材料一起加入揉面，因为油的量不大，所以也可以先加。你要是想后加也没问题，这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。粘米粉就是大米粉，如果没有的话也可以换成高筋面粉。我在小红书上看到都说正宗的越南法棍要放米粉，可是我用越南语搜人家越南食谱，怎么没搜到放米粉的呢？搜了10几个食谱都没有看到。有没有在越南生活的小伙伴们跟我说说呀？到底越南的法棍放不放米粉啊？这点对我很重要，谢谢大家了。面揉好以后松弛30分钟，然后给它分割100克一个。100克这个是小点的，如果想大点的就150克一个。然后滚圆盖好，再松弛20到30分钟。整形也很简单，撒粉拍扁，翻面卷起，捏边儿，完事儿。两头不需要搓尖，就这种圆柱形就可以。然后就放在32度发酵，发差不多要1个小时左右，要给它发的大一点，2倍大。发好就是按下有非常轻微的回弹，这样就可以烤了。烤之前给它割口，可以这样斜着割2刀，也可以这样直接割1刀。然后重点来啦，要想让它的皮又薄又脆，入炉之前一定要给它喷水。喷水以后，面团表面的温度就会降低，烤的时候它结皮的速度就会变慢。等烤完以后，它就能形成一个比较薄的皮。我最开始做这个配方的时候没有喷水，烤出来的皮就是看上去颜色也不太好看，而且看着也比较厚的样子，也完全没有裂纹。我的面包今天都拿去敬老院了，不然我可以找一个给你们看看对比。后来我想到了喷水，烤完以后状态就很满意。烤到面包金黄色就可以出炉了。稍微等了一会儿，表面就有这个裂纹了，但是现在这个裂纹还没有达到我的要求，我想要那种的。这个是网上看到的图片，是越南面包店的，我一定要烤出这样的越南法棍来，你们等我。不过现在这个在家吃也够了，非常的脆，皮很薄，里边还特别的软，吃起来特别香，尤其是那个脆皮，我太爱那个脆皮了。做好的面包怎么做成越南三明治，我以前拍过，这次就没有重新拍了，我把以前的视频再给贴上来。这个搭配你们一定要试试，真的很好吃。洋葱头切碎，锅用中火烧热，放一点橄榄油，先放入洋葱炒软，再放入鸡肝，先翻炒一下，放入适量的盐、黑胡椒，再放入一点点的肉豆蔻粉，翻炒均匀。接着再放一点白兰地酒，也可以放白葡萄酒，一直保持中火来煎鸡肝，差不多煎个3分钟左右，把鸡肝翻个面，翻面再煎个2分钟，基本上鸡肝就煎好了。我们可以把鸡肝切开看一看，如果里边没有血水，是这种粉色，就说明已经可以了。然后把这一锅里的东西全部倒入料理机里，再加一点淡奶油，再放几片香芹叶，搅打成浓稠的酱。打好以后再倒入融化的黄油，然后再放回机器里再打一下。如果特别浓稠的话，可以用搅拌棒稍微搅拌一下。鸡肝酱做好以后，把它盛出来，放在这样一个一个的小碗中。当天不吃的话，可以倒一些融化的黄油在表面，把它封住，这样可以保存2周左右。鸡肝酱做好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做三明治了。蔬菜需要准备白萝卜、黄瓜、胡萝卜、辣椒、香菜。酱料方面有鸡肝酱、美极鲜味汁、蛋黄酱。我今天准备的是猪头肉，顺便又买了一点猪耳朵。你也可以用鸡肉、火腿、培根或者越南扎肉都可以。把白萝卜和胡萝卜去皮洗净，擦成丝，放入2勺盐腌制10分钟，把萝卜中的水分腌出来。黄瓜切掉头和尾，再切成黄瓜段。黄瓜切成段以后，把它擦成片，然后放在碗里备用。再把辣椒切成片，差不多10分钟左右，萝卜里边的水分已经腌出来了。然后用手攥一下萝卜，把水分挤出去。
在萝卜丝里放入2小勺的鱼露，1大勺的糖，1勺白醋，把它们拌匀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这个法棍外边很脆，但是里边非常的软。然后崴一些鸡肝酱，把它抹在面包上。那一面再挤一些蛋黄酱，用勺子抹匀，铺一层黄瓜，再放上猪头肉，再倒一些美极鲜味汁儿，放上辣椒、香菜，最后再放上萝卜丝。这样，这个越南三明治就完成了。